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栏目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要保湿伊贝诗，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到伊贝诗线下销售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优惠券领不停。现在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专家在线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老师是来自百合网的婚恋研究院的院长周小鹏周老师，欢迎周老师。大家的老朋友华谊家训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信息。子阳每次你走，他都哭的，他就是说。我每次都舍不得妈咪走的，就是怪我的儿子不懂事，又懒惰，整天在家里。我真想骂我的儿子不争气，这么好的媳妇都给丢了。一段来自妈妈的哭诉，她的愿望非常的简单，希望自己的儿子和已经离异的儿媳能够重新走在一起。为了更方便的来梳理他们俩的情感关系，我们已经把这一套结婚证和离婚证放到了周老师的手里。周老师，请你给大家宣读一下结婚的日期是什么时候？2007年12月11日，两个人领了结婚证啊，但是现在这个结婚证已经写上了双方离婚证件失效。好，那离婚证上的日期呢？2015年1月30日，也就是刚刚1年。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掌声有请。男嘉宾黄先生35岁，来自广东，职业销售；女嘉宾邓女士36岁，同样来自广东，是一名公司文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你母亲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你自己的个人愿望呢？我也很希望是这样子。好。那咱们简单的梳理一下，两位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问题要离婚呢？是谁提出来的呢？我。原因是？因为我跟他就认识到离婚是差不多整整的10年。你就是不会。后来我就跟他讲，既然你不会，那你行，你把他送到我哥那边去吧，他们会帮我照顾好我儿子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出门了。所以有那一次回来之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不再靠这个男人。孩子过去那不是第一次发烧是吧？对。你会看体温计吗？很抱歉，真的不会看，因为看那个水银好像很难看得准那样。啊，你还真是一点生活能力都没有，你还笑得出来。因为这些事情也跟他吵过，吵架的时候就肯定就是那个嘴巴就不好了，出离婚。对。您对孩子又那么不放心，这是一个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人。为什么孩子给了他？因为我觉得孩子抚养权在谁，不会阻止我对他的爱。所以他当时他说想抚养权写谁的话，我说让他自己选，他说选他的。所以我尊重他。离婚已经小1年了，对吧？你大概多久看一次儿子？除了工作忙，每天都会看。他白天去上学，放学的时候我会回来辅导一下他的功课，然后我就会离开。婚姻内的 AA 制是谁提出来的？也是我。以前我不提，他是1分都没出。到了我觉得我自己有压力的时候，所以我提出。就是从结婚开始，你们俩的钱就是各花各的，对吗？差不多。不是差不多，因为有一段时间他是没有工作，他每天都在做他的梦，他何来钱来抚养我和儿子？
后来小孩上学了以后，上了幼儿园的时候，花的钱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就教他在孩子教育抚养这方面，就是说 AA 咯，就平分那样子，就说你可以不用花钱在我身上，但是小孩你有份的。那你觉得他做的最不让你满意的事情是什么？除了孩子之外，他有一件事情也令到我觉得很心寒的。我们一直跟奶奶一起住，也跟奶奶相处得很好。就有一次我们就是也会吵架了，每一次吵架奶奶她就会有，她身体有点不好，她会觉得会晕，会脚软，会不舒服。所以当时吵架的时候，奶奶本来是在洗碗的，看到我们在实际是先生的母亲，孩子的奶奶。让我们掌声请出她，掌声有请，来。媽咪，我希望你翻返嚟，我屋企好需要你啊！來，媽媽到這兒來。我個仔又唔懂事。來，到這兒來啊！奶奶剛才跟你說什麼了？你都要哭了。他說希望我回來。啊，這是一個好兒媳嗎？是。是哈，你這兒子你覺得他爭氣嗎？我就是恨鐵不成鋼。嗯。也有我的一份責任，因為小時候我太慣快他了，但是後來呢，他長大了，他還是不夠長進，我就是恨鐵不成鋼。我媳婦嫁過來了，我們都很喜歡她，因為我覺得她人很實際。一開始的時候我也有對她有一點誤會，但是後來我們相處了，我們現在關係很好。一開始您為什麼誤會她呀？他有點直來直去，有時候我覺得好像不習慣了。他們離婚的時候，您沒勸他們呀？當然有勸啦，我看見人家全家福一起去玩，我都很羨慕。人家都說家裏的事，但是我兒子不離開，所以我就勸我兒子，你一定要把雅文找回來，你一定好好的對他。嗯，我再問您哈，你兒子想讓你媳婦兒回去嗎？想啊，見我煲好湯，他就叫我，他說你叫他回來啦。但是我說你怎麼不叫奶奶幫他做這些事情？不是，我說你怎麼不說？次次都是我說，我肯定會叫了。我每次煲好湯，我都叫媳婦回來喝。您先生對他們離婚怎麼看啊？我丈夫12年的時候去世了。去世了。嗯。那您現在等於既養兒子又養孫子是吧？我養孫子，我心甘情願，我真是很疼孫子。我理解。我也很疼我媳婦，就是我兒子就是不爭氣，說話經常會傷人，傷到我媳婦了。行，我明白。我還能理解他，媳婦有時候就受不了。我很想媳婦回來，一家人團聚。剛才您兒媳說了一段話，說得特別好。她希望她去做一些什麼，而不是您。所以您要想讓她回去的話，我覺得做媽媽的職責您已經盡到了。您先下去休息，好不好？交給我們老師們，好嗎？來，請回哈。你要她自己好不好？你要她自己好不好？啊。
看到奶奶的时候，情绪就控制不住，是吧？其实那个感情还是有。这个男人能力强弱，你应该知道，对吧？知道。我那时候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广州本土的男生没结婚之前呢，都是吊儿郎当的。当时就给个希望自己，觉得可能他以后结了婚就会长大。到了结了婚之后，发觉原来他还是没有。我又给自己想说，小孩出生了以后，做了爸爸，角色转换了以后，可能就会变了。就一直这样子给希望自己。问您一个您个人隐私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想问，您可以选择不答，好吗？可以。好。就现在有新的情感开始吗？我选择不答。那我有答案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老师们会从哪些角度去谈他们的观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只做个人分享，不做跟您的个案的分享。我在结婚前我是没有做过饭的，我的老公他也是没有做过饭的。我们两个人可能最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家里边到底该谁买菜谁做饭，到底应该做什么口味，从来没有商量过。但是结婚过后，我们会开始去商量，磨合出来过后是我们可能开始做早饭了，他有时间他起来做，我有时间我起来做，并且我们会了解到大家对方想要的是什么。在婚姻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先天就懂得如何跟另外一个跟自己完全不熟的人相处，并且对方也没有办法完全懂得他需要什么。比如说你吃菜的咸淡，然后你想要的菜品的口味，需要慢慢的夫妻之间告诉给对方，我想要你做这个，你想要我做那个，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合适，你应该怎么做。很多夫妻就是在慢慢的交汇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去相处。但今天到现在为止，至少我现在没有听到你在婚姻当中，你告诉给你的配偶你想要什么。我有一直在这方面努力，但是一巴掌是拍不响的。我想这样讲，我在努力的时候，他都不付出。我为什么用我来做分享？我也是妈妈，我也经历过婚姻当中很多的沟沟坎坎，包括我们可能现在还会在磨合。每个人的婚姻当中都会经历掉对方不懂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有不懂的时候。你不选择他，但未来你选择任何人，你可能都需要跟他经历过这种磨合。同样对于男嘉宾也是一样的。我看到你台本里边写到，你把自己赚来的钱不是拿给儿子交学费，而是买了一辆奥迪。你能消费给自己，但是你不去消费给你的孩子的学习，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做爸爸的责任的。先去学会做一个爸爸吧。爸爸跟孩子的互动当中，爸爸会学会如何教孩子承担责任，如何在受到磨难的时候如何坚持。同样做爸爸的也会给自己说，你看我就是这么坚持过来的。所以先好好做父亲。这个女人她自己如果能追到她的幸福的话，你应该祝福她，因为她毕竟算是一个好妈妈。好，谢谢周老师。谢谢。你们离婚证上写的是2015年1月30日离婚的，但是在我感觉，其实你们早已离婚了，因为丈夫这个角色是已经缺失很久的了，没有任何责任和贡献，有的只能是吵架，甚至于动手。所以这个女人呢，心早已经死了。女孩这么多的苦，这么多年受的罪，很平淡，挨大莫过于心死啊。正如你所说，你就是假设性的单亲妈妈 ，AA 制。财务上你指望不上这个男人贡献什么，反而有可能是拖累。没有什么沟通，才会有很多的误解。这里面不光是你老公的问题，而是你。我相信，如果有3样东西这个婚姻里没有的话，你们早已经离婚了。第一，孩子；第二，就是婆婆；第三一个就是你自己这要强的个性。其实你早就知道自己看错人了。你找的不是这么一个人，你是心存幻想，你试图幻想说，我能够改造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多人都是你这样嘛，结婚前吊儿郎当的不讲责任感，结婚之后成立了家庭，你就慢慢就会长大了。殊不知啊，残酷的现实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你们结婚了7、8年了，没有改造成吗？你也很痛苦啊，
一个女人结婚前很温柔的，结婚之后怎么变了？处处管着我，看不起我，对不对？不跟我交流，你也急啊。包括您经常的这个，问他，他都不理我。你自己也没争气呀。你自己要是争气的话，你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男人，让自己的爱人心服口服、崇拜、依靠你啊？你有吗？你这怪不了他。其实你已经决心走出来了，你已经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了。但是你丝毫没有忘记自己做母亲的职责，你天天去陪着孩子们，这个我们是理解的。我们有自己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嘛，好吗？我们祝福你，但是我希望你即使在找新的生活幸福的时候，也不要慢待我们的孩子，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一个全情奉献的母亲，还有一个个性鲜明、特立独行而又缺乏智慧的妻子，一个无能的丈夫的产生的2个重要条件，就都不具备。在他成长成人之前，全情奉献、百般宠溺的母亲，几乎把他宠至没有任何生活能力，也没有任何的责任感。本来如果遇上一个妻子，成立了家庭，有了孩子，倒是可以锻炼他的能力了，但偏偏又碰上一个个性鲜明、喜欢支配他人的妻子。虽然精明强干，却缺乏智慧。而每当急躁的性格一旦产生，双方一旦开始一些矛盾的时候，那个不该插入进来的母亲，又把你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战场后的灰烬打扫干净。所以这个男人怎么可能成长呢？你把儿子留给他，我想不仅仅是因为你可能要寻找新的感情，更多的是因为你放心，因为有奶奶在那儿。但是其结果我们所看到的是更悲惨的结局，就是你们虽然离了婚，但这个离婚并没有促使他的成长。孩子的抚养所有的责任依然分摊在你和他母亲身上，他依然是缺位的。还有你自己，人都有索取的必要，但我一定相信人一定也有奉献的本能。你难道没有奉献的本能吗？为什么离了婚之后你依然没有担当起做父亲的责任？你已经知道这些年来的婚姻造就了彼此多大的伤害，你也知道这10年的婚姻最终离婚，你缺失了多少父亲的角色，为什么你依然不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我是应该要去赚到一点钱来养活家里人才行。如果我天天待在家里，我可以天天待在家里，没有说你一定要天天待在家里呀。对，赚钱并不耽误你去关爱孩子呀。但是因为我如果一正常干活的话，我一出门就2、3天说不定的。到目前为止，你依然无法成熟地规划自己的生活空间和时间。我注意到一上场，你那个脚一直在那儿动，右脚一直在那儿往那儿崴，这是一直在回忆痛苦的过程，伴随性的动作，不热烈的表情，反反复复的机械，让你现在其实内心已经是麻木了。所以你们俩连架都吵不起来，复不复婚两说，找不找新感情两说，那都不重要，关键的是要沉浸自己。而你应该好好的、赶紧的培养起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好，谢谢。老师们其实给到了不同的点，两位应该多学习学习。你应该学习一下做女人的智慧，你真得学习怎么做个好爹了。你至少你得先长大。是不是要复婚？真的想跟老妈妈说一句，别逼他们，你得把这个权利完全交到你儿子手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自己认为，就算无论有没有新的人出现，新的恋情出现，我不想跟你纠缠下辈子。我不会因为小孩去将就。在2005年6月30号我们相识，刚刚好差不多10年，真的。
这10年来，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付出一切，还给我带来一个这么聪明的孩子，很感谢你。你对我家里人来说，对我来说也是算是我的恩人了，我也很感谢你。好，请亮灯啊。请回吧，谢谢。请关门，请关门啊！进一段广告。现在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开微信，摇一摇，摇电视，进入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100万红包等你来拿。好了，看别人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我们是在大学时认识的，我特别的宠他，他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我都会去满足，但后来我发现我把他宠坏了，跟我在一起他不愿意花自己1分钱，有时往家里递钱也会向我要。他是我男朋友啊，我觉得他为我花钱很正常呀，而且我家条件又没有他家的条件好，而且父母身体又不好，我觉得他应该体谅一下我。难道他花我的钱就理所当然吗？现在我没法像以前那样给他花钱，他就变心，我真的是看错他这个人了。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李，25岁，来自湖南，一名个体户；女嘉宾小黄，25岁，来自湖南，行政文员。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大学同学是吧？对，从相识到现在大概有多久了？4年。今天为什么来？我觉得他变了，我来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他，然后4年来，他跟我在一块，就是他是不是为了我的钱而来？我没有为他的钱，这4年来，我们从大学走到现在，一路来走过来都挺不容易的。如果我要是为了他钱跟他在一起，我早就跟别人走了，外面比他有钱的多的是。你刚才说他奔你钱去的，你很有钱吗？我没有冲他的钱。我不是很有钱啊，然后那人家为什么冲你钱去啊？但是我家也不差钱啊，可能4年来，然后他吃的、穿的、住的，全都是我在掏钱，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都会去一一满足。是吗，姑娘？大学这4年来，吃穿用度都是这个男生啊？就大部分都是他出的，就是对我还是挺好的。哎，那你就那么大大方方、理所当然的花他的钱啊？一般他给我的钱我会攒一点。啊，你还带攒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家条件不好。哦。我会攒点钱给我父母。你每个月花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啊？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我每月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都是我俩一起花的啊。然后现在毕业了，基本上我每个月就是在他身上最少也有1万多吧。哇哦，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我一个月将近2万多。哇，你这可以，你什么单位啊？我都想去，就刚大学毕业就一个月挣2万多。没有，我是在我家里上班。他家是做生意的。哦，我们在一起4年了，他就不愿意花自己1分钱。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学校食堂的时候，有一次我说忘带卡了，我们去随他吃饭。然后他明明带了卡，然后他但是那样子的，但是我是不想去食堂吃好吗？后面他硬是拽着我去外面吃，最后还是我掏钱买单。他明明带了卡，他就应该买顿饭嘛，我觉得。啊，你这个人真是哪有找后账的嘛？当时花就花了吗？他现在攀比心特别重，朋友来了什么东西啊，然后他总会要求我去给他买一个更好的。现在家里的生意也不怎么景气了，不能像以前那样给他钱花嘛。然后他可能就你家里的买卖出困难了。对。然后你发现他变了。对，他现在在老家就跟一个大款，然后现在特亲密，经常发微信，然后聊天，就什么发一些特别暧昧的，比如说想你了，然后睡了没这些的，你不觉得这简单吗？那只是他对我的想法呀，我对他又没有意思啊。那你之前还和你前女友联系呢？我跟我前女友怎么了？我跟我前女友很单纯好吗？大家就是朋友，都在一块，然后我们一起聊一下天而已。问题是你这样让我很不爽啊！而且我跟你说，他在我身上钱还说少了，他打游戏花的可多了。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俩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架，你别给我提游戏好不好？你一提游戏我就烦，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在一起4年了，你现在觉得你打游戏啊？你摔了我几台电脑，你摔了我几部手机？是谁引起的？谁让你打游戏啊？你别打游戏啊！
你知道吗？你摔了几部电脑？摔了几部手机？电脑摔了2台，手机摔了3台。我本来就很讨厌玩游戏的男孩子，然后他一直那你干嘛还跟他呀？他一直不听我的话，但是我喜欢他呀。他现在天天沉迷于游戏，然后上班也是打着酱油，而且他现在就是对自己没有人生规划，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感，就感觉跟他在一起就是看不到希望。我没上班吗？我顶多就是下班的时间在玩游戏，好不好？你好意思吗？你要是在沉迷于游戏好吗？而且现在他妈妈给他准备的分房子名字都没有我的名字。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他一直留在长沙，就背井离乡的。其实我本来是要回老家陪我父母的。哦。我为了他一直留在这里，然后让我感觉我就是没有安全感，跟他待在一起。哦，明白了，就婚房写你的名字嘛，你说了吗？我说了一下，父母一直不接受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他跟他妈说了什么。我没跟我妈讲什么，就是这房子，然后我也做不了主，知道吧？都是我妈妈在出钱，又不是我出的钱。是。然后我也跟她讲过了，我说了，我们结婚以后，等我们自己努力攒点钱，然后自己买个大房子，对不对？然后再写你名字。我现在工作也不是很满意，我就想去他家上班，他母亲也一直不接受我，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还想去他们家上班？就想2个人在一起工作嘛。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去了，这公司有的戏瞧了啊。你们不都住在长沙，他怎么跟老家的什么有钱人混到了一起呢？没听明白。我们就是前几个月吵架嘛，然后他就回老家去了。我跟他说，那哥哥只是偶尔见下面，然后那个哥哥看到我心情也特别烦，跟他吵架了回去嘛。然后他说帮我找工作。那个哥哥是哪一房的哥哥？我认得一个哥哥呀。就是在他之前，我们俩就认识了，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就我们关系特别简单，他就把我当妹妹一样，他就是好心帮我找一个好的工作。工作找了吗？工作找了，但是我没有说我要去。好吗？还可以。在我心里，我就是把他当哥哥，而且他在我的生活，包括我的人生，就是规划，包括我的工作啊，一些目标啊，教我怎么做人啊，我会学习到很多东西。那哥哥有没有把你当妹妹呀？我不管他有没有当妹妹，反正我是把他当哥哥。你觉得呢？你把他当哥哥，我信。我就把他当哥哥。他把你当什么？他可能是对我有一点意思，但是我曾经跟他说明过，我不可能喜欢他。那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呗？是呀。那个婚房不写你的名儿，你还跟他在一起吗？我觉得我为了他背井离乡在长沙，然后离开父母，我希望我在长沙能有一个属于我们俩自己的家。还有就是主持人，我一直想说的一个事就是，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湖南女方嫁人的时候，这边要给彩礼钱因为她妈妈不接受我，主要是原因是什么呢？她妈妈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你知道吗？而且我心里就想多攒点钱，然后我父母工作多赚一点钱，我希望在将来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家给的彩礼钱能多一点，我希望他父母能够认可我，能够接受我。他爸妈为什么不接受你呢？我妈妈他们就有个时候会来看我们，然后他也就不喜欢做家务事，然后饭也不。但是我要上班呀，你多轻松啊！你在家里没事打这个游戏，在那里多舒服呀！我早上那么早出去，晚上那么晚回来，你觉得我容易吗？你觉得家务事是男人做的事吗？如果要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你连这点小事都不愿做的话，我觉得我们结婚又不会幸福，你知道吗？我也上班呀。我插一句行吗？现在攒了多少了？攒了10多万。哇，没少给啊！兄弟，你离开你父母那企业，你能活吗？能活。那你离开试试行吗？先学会养家，再学会糊口，再考虑结婚的事儿。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2个毕业工作多久了？1年多。你是在你的家族企业工作，那女朋友的工作呢？我之前是做前台，现在做行政，是我自己找的。收入高吗？不高，2000多块钱。除去所有你的日常开销，你觉得这2000块钱够你一个人在长沙生活吗？差不多吧。就这2000块钱，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在长沙很好的生活？不是很好，就是因为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然后包括自己的生活品质、眼光都会提高嘛。2000块钱就是说过普通的，假如说你要买什么比较高档的东西啊，肯定绝对是不够用的。你是希望依附一个别人，别人给到你所有你想要的开销，还是你想依赖你自己？我听到的，你想要依附于别人。回过头来，我就想跟男孩讲，从大学谈恋爱开始到现在4年，能够存10几万，在你身上能够存10几万，这真不是一个小数目。你提供给他的是你父母靠心血赚来的钱，你那房绝对不能写他的名字。你妈赚的钱为什么得写他的名字呢？
你妈给你是因为你妈生了你没办法，因为你这个儿子不够独立，但为什么还要养一个他呢？其实他以前挺单纯的嘛，可能也就怪我把他宠坏了，你知道吗？可能4年来就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如果你已经把他宠坏了，你第一可以责备你自己，第二你得想想你还能不能继续的宠，靠你自己的能力。我觉得女孩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就只知道每天玩游戏。一个普普通通大学毕业的孩子，月收入在你们当地4到5千块钱应该算是合理的，但你1个月拿着2万块钱的收入，做着根本不需要去干的活。我干呀，我每天都要去店里面，然后你就告诉给我，你们家里边如果请同样的人来，会开2万块的工资给他吗？不可能。所以，男孩啊，不要再靠父母了，做一个未来你真的能够养活你妻儿的男人。做一个未来能够管理你们这个家族企业，在你们家族企业有困难的时候，你能够顶上去担当的这样一个男人，是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你1个月要给他1万块钱零花，他会把你给他的钱用一部分之后存一部分，他想今后攒出来彩礼钱，对，然后呢跟你结婚。对，我就是这样子的想法。而现在呢，接下来你们可能面临婚姻的时候呢，他是提了几个条件。第一，你们那婚房啊要写他的名，因为有了这个他觉得安全。第二，他想去你们家族企业去上班，生活质量一定是比较好的。很单纯的就是想这个。你呢也很单纯的就反映给你的母亲，你母亲一看，哇，他骗了我们家儿子。而你呢不啊，你还是或多或少还是蛮了解他，只是觉得你要跟你那个哥哥呀把关系撇清楚了。但那哥哥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他希望你是具备那个哥哥的有上进心、有规划的能力，同时可以做他的一个导师。对，我希望在他身上能看到正能量的东西。所以我的解决方案来了。第一，你能不能为了这段爱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光给他看，给自己母亲看，你不要在你那个家族企业工作，凭自己的能力，如果说你能找到2000、3000、4000一个月的工资的话，都是你的能力的体现。女孩，你刚才说的有一句话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你希望攒到那个礼金，是希望改变他母亲对你的偏见。对，你要让你在他的家族当中，你是要有地位的。对，但是地位可千万不是那个10万块钱，地位是什么呀？你爱的这个男人现在1个月就挣2、3千块钱，但背后没有这个家族企业，你依然帮助他一起去吃苦，用这个来证明你对他真心，同时才能巩固你在他们家族当中的地位。非礼的条件不要提，婚房是人家母亲的财产，你不要提任何条件，否则让人家看不起。一直以来，我认为啊，金钱是砸不出爱情的。被金钱所滋养出来的人，一旦你停止金钱的投入，他就会另寻他路。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是这个样子。我想跟男生所说的是，你给他穷尽所有的财力买的这些个钱，不是你自己获取的，是你没有花1分的劳动从家里面榨来的。你都不珍惜，他凭什么帮你珍惜？就像他所说，你上班又不辛苦，就拿2万，你给我花不花？你难道给别人花吗？你口口声声说他的母亲那么看不起你，但是你做的这些个事儿，没有一件是让人看得起的，人家怎么看得起你？这么些年全花的是男人钱，你未来的婆婆能看得起你？人穷得有志气呀，勤工俭学呀，自己挣钱啊！你给人家的母亲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你如果真想嫁过去，你为什么住在一起？你不打扫卫生？你为什么不做做家务？你如果真的想嫁在一起的话，你还会一天到晚想着，哎呦，我要去他们家公司上班？你怎么让别人瞧得起你嘛？你做的没有一件事儿是有骨气的。所以我最后的建议很简单，你们俩之间可以不分，但是好好考虑一下，这么些年来，你们何曾独立的为自己的情感和生活买过单？还好意思提那10万块钱的存款？那10万块钱的存款，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好好过下去，主动把这10万块钱存款交给他的母亲，跟他说，我们从今天开始，不管将来你们赞不赞同我们在一起，
我都希望我独立，我也希望我爱的他也独立。唉，孩子还是孩子，不懂事儿。如果说过去在大学那4年是胡闹的话，现在你们面对生活的时候，请你们正视生活，正视自己。错了就是错了，不要把错误的东西继续下去。独立，自强。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可能就是在这4年来，也许是我做的有点宠你，然后搞得你现在也变成有点物质，但我还是愿意接受你的。希望你以后不要就跟别的男人特暧昧的那种。我也希望你自己能好好改正自己，反省自己。我希望我们2个，就像刚刚感谢3位老师说的，我们俩能够独立自主自强，不要靠彼此的父母，好好的为自己的人生好好的规划，好好的工作。哎，回去吧，谢谢你们。请关门。看看他们俩吧，来，请开门，请开门。是真心相爱的。我想说的是，首先谢谢3位老师对我的指导，特别谢谢涂老师。我今后一定会改掉一些坏毛病，做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然后我还想说的是，阿姨，我不是冲着你家钱来的，然后房产证上可以不写我的名字，我愿意跟他同甘共苦，10万块钱也会还给你们家的。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谢谢宝宝。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我会给你幸福的，相信我，然后我也要自己努力，好吗？谢谢你，亲爱的。这4年来一路走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好好珍惜，好吗？不要再吵架了，好吗？我倒希望今天是你们人生一个新的起点，是你们真正的做人的一个新的起点。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伊贝诗爱情保鲜区。胡老师，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我和女友处了2个月，但她一直不同意我们把关系公开，说考验我们，经常让我帮她买这买那，我特迷茫，她这是喜欢我的表现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这不是喜欢你的表现。如果你不信的话，有一个方式可以测试一下，你向他借钱试一试。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药保湿伊贝诗弹润保湿水。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可以关注伊贝诗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要旅游找途牛，途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100元现金券，更有火车票、机票、酒店预订的优惠券领不停。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居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